想象一張從太空拍下來的夜晚地球，平均圖看起来在慢慢变亮，但是把拍攝速度調到日尺度，反差就出来了。同一时間，地球既有地方在變亮，也有地方在變暗，而且亮和暗都在变得更频繁、更剧烈。這種日尺度上的反差，不只是夜光的故事。6篇剛出的論文，從6個完全不同的角度，共同指向同一件事。我們用來描述地球風險的那張平均圖正在裂開。夜光告訴你哪裡在波動，雨量站告訴你哪裡沒被測到，尼泊爾的傳粉者告訴你風險怎麼落到飯桌，新西蘭河口裡的隔閡螺告訴你生態響應自帶分流，河口工程告訴你局部結構會放大風險，城市樹蔭告訴你哪怕是緩衝也分配不均。把它們疊在一起，平均值正在蓋掉3件事：哪裡在波動，哪裡沒被測到，誰真正得到緩衝。聽到最後，你拿到的不是預測公式，而是一種更謹慎的讀圖方法。先從那張夜光圖開始。一項發在 Nature 上的研究，用 NASA 的黑色彈珠日籍夜光數据，處理了2014到2022年裡地球上每一塊大約500米見方的燈光相源。平均圖給人的印象是变亮，但日尺度上看到的是另一個形態，变亮和变暗同時存在。研究測得，那些經歷過變化的地點，平均經歷了6.6次明顯的反復。這種反復在空間上也不均勻。一些密集城市群裡，燈光持續重組；一些偏遠地區，燈光在長期減弱。衛星看見了波動，但它本身沒辦法告訴你每一次變亮或變暗的具體原因。這一次是工廠上電，那一次是戰亂停電，光本身不會說話。把全球夜光圖當作一張慢慢曝光的膠片，平均影像看起來穩定，可如果你逐幀回放，每一幀都在閃。類似的不均勻也出現在城市層面。一項全球城市研究發現，樹冠確實能削弱熱島，但好處分布得很不平均，它也不是抵消未來氣候變暖的方案。這2點稍後還會回來。夜光記錄了波動，可有些亂象根本沒有被測到。如果地圖本身就漏了，再準的預測也補不回來。另一篇 Nature 論文盤點了全球221483個國際共享的雨量站，從1900一直用到2022。按照世界氣象組織 WMO 的降水監測密度要求，目前只有 13.4% 的全球陸地達標。低於這個密度，長期趨勢和極端事件的識別都會顯著失真。把視角拉到未來的高排放和社會經濟壓力情景，密度不夠的高需求區會擴大到 32.1% 的陸地。研究列出了幾個典型：印度、格陵蘭、玻利維亞、中國部分地區，這些地方未來對降水監測的需求更高，但當前的雨量站本來就稀。那衛星和雷達呢？論文也討論了，它們能提供大範圍覆蓋，但有系統性偏差，對不同天氣類型的敏感度也不一樣。它們能補，但補不掉地面觀測的物理意義。這件事提醒我們，氣候風險評估的問題並不全在模型那一頭。問題更早一層，數據從入口處就帶着系統性盲區，模型再先進也補不回入口處的缺。打個不那麼科學的比喻，給一整個房間裝溫度計，但只在陽台上放一隻。你測到的從來不是房間溫度，是陽台那個角落的溫度。雨量站缺口限制了氣候影響評估的精度，它不等於地方降雨的預測答案，也不等於衛星不可靠，只是說地面觀測的物理意義沒辦法被完全替代。風險地圖有了空白，而這些空白最後會落到誰的飯桌和收入上？生態服務這個詞聽上去抽象，在尼泊爾西北部的 Jumla 地區，它就是當地一戶人家這個月能不能買得起鹽。另一項 Nature 研究的團隊走訪了尼泊爾山區裡的10個小農村莊，跟蹤了200戶家庭、770多個個人，把傳粉昆蟲、農作物、家庭收入和個人微量營養攝入串成一條完整的鏈。一頭在田裡，本地的蜂、土蜂、石芽蝇這些傳粉者停留在油菜花、豆科作物、瓜類、水果上的頻次；另一頭在飯桌，一戶人家一年有多少收入來自靠傳粉的作物，每一個人一天攝入多少維生素 A、葉酸、維生素 E。
研究者算出2個非常具體的數字，在這些被研究的尼泊爾 Jungla 小農社區裡，傳粉昆蟲直接貢獻了 44% 的人均農業收入。同樣在這個研究系統裡，他們貢獻了超過 20% 的維生素 A、葉酸、維生素 E 攝入。這2個百分比只對應 Jungla 的那10個村莊，不是全球小農的通用常數。營養結果也不是個人飲食或醫療建議。把傳粉者想成一支看不見的臨時工隊，他們沒出工的那天，超市貨架不一定空，但貨架上的某些蔬果會先漲價。最先承受漲價的往往不是收入最高的家庭，而是那些本來就靠這些作物買鹽買藥的家庭。風險地圖原來漏掉的不只是氣象數據，還包括一些家庭賬本。沒有一張全球平均地圖裝得下這些賬本。即使福利分配被看見了，生態系統自身也不是一個平均值，生態響應本身也有分流。同樣一波全球變化撲過來，為什麼有的物種先撐不住，有的反而過得更好？新西蘭一項發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的研究做的是很具體，用物種自身的生物性狀去預測它們在多重全球变化下的動態響應。數據來自新西蘭河口裡那些大型無脊椎動物的長期監測，蛤、貝、螺、蝦、蠕蟲這一類底棲動物，跨越10到32年，多個河口站點，加起來上千條物種風度記錄。研究者用經驗動態建模，簡稱 EDM 分析氣候、淡水輸入、懸浮物和沉積物這些驅動力在時間序列裡是否真的影響這些物種。EDM 是從時間序列裡推因果強度的經驗方法，不是干預實驗。研究者從數據裡看到2件事：第一，物種對環境驅動力的敏感性會隨時間變，同一只蛤在不同年份對水溫的反應不一樣。生態學過去常假設一個物種對一個環境因子有固定敏感度，這項研究說那是個統計上的方便假設，並不總成立。第二，這種波動和物種自身的性狀對得上，體型小或活動能力弱的物種對升溫呈現出更穩定的負面響應，壽命短的物種敏感性本身的波動更劇烈，因為它們的世代更短，和環境的更替節拍更密。而且這些來自長期野外數據的結論，跟實驗室裡短時間、高強度的脅迫實驗常常並不一致。所以性狀只是預測物種動態響應的有用線索，僅限於像新西蘭河口這樣具備長期監測的近岸生態系統。它不等於所有物種的命運公式，也不能寫成 EDM 已經替代了干預實驗。把不同物種想成不同體型、不同耐力的跑者，同一场暴雨倾盆下來，它們身上沾濕的位置留下的腳印形狀本來就不會相同。物種之間已經看到分流，同樣的分流也可以落在一條具體的水道、一座城市的街區上。波動、盲區、分配、分流、風險藏在這4個維度裡。可同樣這些維度上，緩衝和放大本身也不是平均分配的。先說河口，一項發在 Nature Geoscience 上的研究分析了全球25個被人類工程改造過的河口，把它们100-200年前的水文資料、海圖、潮位記錄跟今天的實測數據放在一起對比。這些河口分布在歐洲、北美、亞洲，包括不同尺度的航道、灘塗、堤壩。在被研究的這25個河口裡，研究者發現當地的人類工程、疏浚加深航道、圍海造田、建閘建堤，會顯著放大潮汐振幅，加快潮波傳播，把最強變化的位置推到離海口超過100公里的內陸。如果你只看河口本身或者入海口的潮位站，你可能以為風險點在海邊，可真正被放大的水位變化落在內陸。原本以為離潮汐很遠的人，要應對一個被本地工程放大的潮汐節拍。這項研究覆蓋的是25個有充足歷史數據的河口，它不是說所有河口的潮汐變化都是由人類工程主導的。論文明確寫道，海平面上升、地面沉降這些大尺度過程的影響並沒有被排除。再說城市，另一項 Nature Communications 的研究覆蓋了8919個大型城市。研究者用統計模型估算，目前的城市樹冠平均抵消了 41% 到 49% 的最大潛在城市熱島。聽起來很大，可研究者繼續把樹冠和未來氣候變暖放到一起比較，
即使把當前和合理可達的未來數觀都加起來，相對於中等排放情景下中段世紀的城市增溫，它們大約只能抵消 10% 左右。換句話說，對城市本身的熱島效應，數觀是個有效緩衝，可對氣候變化本身帶來的額外增溫，它的作用要小一個數量級。而且數觀的降溫好處本身在城市內部就不平均，高收入城市、郊區、低密度地段更早享受到樹蔭，最熱、最密、資源最緊的街區，樹往往最少。想象同一條河上加了閘門，閘門內側漲潮提前到，外側反而被截走。一座城裡的樹蔭也是同樣的邏輯，有的街區一進入就涼快，有的街區幾乎得不到樹蔭。河口裡的工程會放大水的節拍，城市裡的樹觀說明緩衝也會分配不均。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，風險地圖不光在被測量這一頭不均勻，在被緩衝那一頭也一樣。城市熱島把風險貼回街區。回到開頭那張全球圖，把剛才聽到的6個故事重新疊回去，那張原本看起來很平滑的地圖變成一張分層的 X 光片。第一層是夜光，哪些地方在反复亮和暗，平均圖會蓋住。波動不等於趨勢，趨勢也解釋不了波動。第二層是雨量佔 13.4%， 這個數字告訴你，絕大多數陸地的降水信號是帶着監測盲區進入影響評估的。盲區不是模型的失敗，是數據入口的失敗。第三層是傳粉者和飯桌，生態服務不是抽象的環境背景。在尼泊爾 John Lai 的研究系統裡，44%的農業收入和超過20%的微量營養會落到具體家庭的具體一餐。把它推到全球之前，要先回到具體的食物系統。第四層是新西蘭河口裡那些小動物，生態響應本身就有分流，性狀可以解釋一部分，但前提是要有那種長期的近岸監測，而不是把它說成已經能精確預測全球所有生態系統的口號。第五層是河口工程和城市樹蔭，本地結構放大風險，本地緩衝不會平均分配。把這些層疊在一起，你看到的是同一件事的6個側面，地球風險藏在平均值看不見的分配盲區裡。這6篇研究給的不是一份預測一切的公式，而是一種讀圖方法。平均值只是入口，真正決定結果的是哪裡在波動，哪裡沒被測到，誰真正得到緩衝。下一次再看到一張全球趨勢圖，希望你會先停1秒，問一句：它蓋住了什麼？